还记得今年年初我刚买的 Bushwacker 的泪滴拖车吗？它的全新的车型啊，售价不过才1.6万加币啊，可以说是在北美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泪滴房车了。而今天我们要看的 Newcomb 拖车呢，则是你在加拿大能买到的最贵、最高端的泪滴拖车的品牌。那 Newcomb 这个品牌是来自于美国，那实际上在北美啊，绝大多数你能买到的批量化生产的这种泪滴型的拖车呢，几乎都来自于美国。而 Newcomb 所在的俄亥俄州的这个科米什人社区呢，它几乎都是这个德语的移民啊，所以 Newcomb 也是继承了精工细造的传统，打造出了这个高端的泪滴拖车的品牌啊。正是因为较高的品质啊 ，Newcomb 每年都能卖出3000到4000台的这个泪滴拖车，它也顺利的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泪滴拖车的制造商。那我们眼前这台 TAG XL Classic 呀，它已经是 Newcomb 家族入门产品里边的这个主力的产品啊。它的售价呢，官方售价是达到了4.4万加币啊，但实际上看价格指啊，它现在在门店里边的价格应该是不到3.1万加币。但即便如此啊，还是我那台车将近2倍的价格了啊。那我们就走近看一看啊，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底气让它能够卖到这个价格？从整体尺寸来看呢，它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泪滴拖车的尺寸，但是啊，它还有一款不带 XL 的一个版本啊，几乎跟它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车身宽度啊会比这款车呢略窄一些，所以说 XL 这款车型呢，它在内部的这个睡眠舱啊，它的这个宽度会更宽一些啊，睡觉会更舒服一些。那整个车顶的曲线呢，我们也能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泪滴的形状啊，包括这里啊，它都没有去做任何的偷工减料在造型上啊。你看啊，它虽然表面呢采用的还是玻璃纤维的这个外壳或叫蒙皮啊，但实际上它整体的车的这个框架呀，它用的是铝合金。另外呢，从这个里边我们来看哈，这个里边它采用的这种发泡的这种材料啊，可以有效的隔热啊防霉，然后最重要的是防止漏水哈。那我们还是从前往后来看哈，我们看到这个前部呢，首先是它这儿有2个把手，因为这款车呢它的重量非常的轻，所以当你前面这个千斤顶啊用这个车轮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把手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个车来进行一个小幅度的一个移动吧。另外能看到它这个双层的这个叫观星窗，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尺寸非常大的2个储物盒。储物盒里边这边是一个应该是20磅或者是30磅的丙烷啊，另外这边呢就是一块电池。那这儿是这个车轮哈，这里是一个开关啊，当你长时间不用这款车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电给断掉啊，防止车辆内部漏电太多，确保它电池有更长的寿命。OK， 那这是示宽灯。那这个呢是一个卡扣，当你把车门打开的时候呢，可以给它把车门很好的固定在车身上。双层的亚克力的窗户啊，可以保温、隔音非常的好，通透性也非常的好。也是这个车非常价格比较昂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吧。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出风口啊，应该是暖气的出风口。这里呢是有线电视啊，老外非常的喜欢看有线电视，30安的充电口啊。这里是很多小型的这个泪滴拖车都没有的一个配置，它是直接给你拖了一个可以在户外啊冲脚、冲凉的这么一个装置啊。那这块呢是注水的系统啊，它可以这个口它是可以接这个City Water 啊市政用水的，但是要注意它的这个水压。那下边呢，这个是可以方便你快速的把你的清水箱里的水给排出啊，尤其在冬天或者在长时间不使用拖车的情况之下啊，把你的确保你水箱里的干燥啊，避免水箱被冻裂。
然后这个 jack 呢，肯定是用来支撑整个车身的啊。13英寸的轮胎不算很大，但是呢，它是有电动刹车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配置。注意一下它的底盘，这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它做了底盘的护板啊，尤其像在加拿大或者是在美国北方很多的地方，冬天有非常大的积雪啊，或者是一些经常下雨的地方，可以有效的防止底盘被腐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面的厨房部分。水池、两头的炉灶，还有一个切菜板啊，这个切菜板是可以拿下来的，可以活动的。挂钩带 USB 口，还有市电的这个110伏的电源。那下边呢，这边是里边其实是有很大空间的啊。我们把它的包拿出来，里边是有挺大空间的，可以放一些杂物。这是一个微波炉，哎，这是非常实用的配置。那这里没有，它没有给一个冰箱，给的是一个冰袋。这个厨房可利用的台面的宽度啊，其实是非常足够的了。但是唯一有2个点，一个点是呢，它整个的，你看这个上面哈，设计非常的简单啊，包括这个架子哈，只有2个哈，就是可能你在放东西的时候会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啊，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的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后门打开之后，你看它的车顶哈，我1.78米的个子啊，它基本上就已经到了这个的位置哈。就是稍微站在这儿炒菜的时候，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压抑，而且整个车后门呢会相对比较短，它应该是为了给内部更多的空间呀，牺牲了这个尾门的长度啊。另外，它也要给这个高位刹车灯还有太阳能板啊留出足够的空域，所以它就牺牲了这一块的这个长度啊。如果更长一些，遮蔽的面积更大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上面呢是18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啊。这个是3个高位的刹车灯，另外在这个下边哈，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个燃气的这个外部的出气口啊，你可以外接自己的烤盘啊，或者是烧烤架等等。右侧跟左侧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这个功能比较简单一点。这应该是冷气的出风口，然后这个是外部的灯，然后这是转向灯啊，那是示库灯。好，那我们就进到车里边再看一下吧。OK，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里边啊是一张70乘以80英寸的大床哈，宽度睡2个人绰绰有余啊。但是需要注意了，这个尺寸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家用床垫的尺寸，所以如果说你想换床垫或者是加一些床垫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啊，去定制一下这个尺寸。那整体的床垫呢，其实厚度包括支撑力还可以啊。坐着还是很舒服的。把床垫移掉之后呢，其实下边是有非常多的储物的空间啊。这块板、那块板都可以打开。它的好处呢，不仅是说可以储物，同时呢，对你这个床垫下边有一个很好的空气隔热的一个作用啊。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让你的室内变得更加的温暖，能保持你的温度。我们来看它的内部的空间啊，这是一个类似于床头柜吧。这个带凹槽的这个柜啊，其实非常实用的啊，可以放一些零头碎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这儿还有一杯架，可以打开看一眼。OK， 还是很方便的，做了一个杯架在这里。啊，这边当然是有这个 USB 口啊，很重要的。这个是阅读灯，这个上面这两组小柜子呢，我个人觉得哈，做这种纯敞口的柜子在这儿啊，可能会，你很难想象能放什么东西哈，因为在实际行车的时候，你基本上还是要给它拿下来，否则的话，它会随着你的刹车，它可能会散落一床啊。这里就是这个灭火器，来看一下它这个观星的窗户面积还是非常大的，这边储物格就相对比较宽裕一些，两侧上面也有储物的地方，那中间呢这块啊，应该是各种接头、插头都在里边啊。
然后这边是暖风，这边是夏天的空调。那这边呢就是这个变电箱，然后像这个烟雾警报器啊，也都是车内必须要有的。这是内部的电风扇。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窗户是怎么开的啊？这个车里一共有3个窗户，它这个观星窗呢，一共有6个锁止机构。那两侧的小窗呢，一共是有4个锁止机构，所以呢能确保它的这个密封性啊。我们看到它的打开的状态是这样的。哇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这儿还有纱窗。然后同时呢，下边是这个遮阳帘啊。这3个窗户哈，加上这个门上还有一个窗户，你看，通过这儿，哎，你可以拨动它，开合关闭，非常方便。这个车里呢，光线绝对是没话说的。那这台车的功能我们就介绍完了。如果你想购买一台高品质的类低拖车呢，我相信 newcomp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了，如果你是在美国，可能你还能找到比这个更豪华、更贵的超豪华型的这个类低拖车啊。但是你别忘了啊 ，newcomp 拥有全球最多数量的类低拖车的用户。如果你买了这台车呢，那以车会友，也许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也许这就是这个品牌啊赋予我们额外的这个附加值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露营和房车，那就请关注我们并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